哦，有小伙伴说看房100的系列呢，希望我可以讲多一点东西，所以今天贴心拍档随心观，就随机找了一个房子给我，让我来看。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房子是怎么样，现在才刚刚来到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房子是怎么样。首先这个太陡了，它太起伏了，这个高度这个肯定是 cons 了。你看看这个车道这样子陡下去，车技差一点的我都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开。然后这个入口的地方呢，就有一点鬼鼠。这个就是整一个房子的一个正门了。好，拿钥匙看看先。哇，这个挑高我喜欢。这种木质小房子特有感觉。那它的优点肯定就是它的那个挑高，还有多采光。你看上面它的那个屋顶是做了很温润的木质的处理，非常之有味道。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肯定是在教堂山非常靠近 UNC， 地理位置不错。厨房也是好的，它是做了升级，2个 sink 的话使用起来比较方便。然后这个大中岛呢是保持它一个相对大的一个平面，所以大家在这边聚餐也很好。另外一个厨房比较好呢，它是多方采光，除了2面的窗之外呢，上面还有一个天窗。那当然呢，天窗有一个不好的就是会容易有漏水积水的地方在上面。但总体来说呢，它这个厨房还是做得不错的，比较明亮的。这个外面的露台还挺好的，一整溜过去够长。但是哇，你过来看，过来看。如果位高的话呢，会有一点点怕的，这样子看上去。其实这个栏杆呢，我记得以前在学建筑的时候，在大学，这个是不合规范的，因为横向的栏杆很容易让小朋友这样子爬上去。然后这个高度呢，其实是不满足它的那个围栏高度。如果正常 guardrail 的话呢，它是12寸的，这个估计可能就是36寸的高度。此外，它这个房子外墙呢，它是那种 cedar wood 的 siding， 就是这种木的 siding， 是需要非常多的维护的。虽然它这种菜木呢，它是非常硬，但是呢，它如果你不维护好，不进行刷漆的话呢，它很容易有虫蛀。然后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旧房子呢，隔壁邻居就是这种了。然后他就是那个阿叔，就是说每天早上会有听到滋滋滋滋滋滋的声音，就是那个啄木鸟在这边在里面吃虫子。这里再次强调双面采光的一个重要性。如果一个房子它有2面墙这样子的一个玻璃窗的话，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它对整个房间的一个采光的均匀度都非常有提升。因为呢，就像你想想拍照的那个一样，就会整个会在这里很舒服。好了，今天这栋房子环绕廊、挑高顶、厨房天窗、天光影、陡峭车道、退缩门庭、深邃后院、显沉静，心动还是犹豫？每个房子都有性格与表情，跟着 Mira 一起毫无保留的云看房。移居北卡找 Mira， 关注我了解更多。我们下周5见。